我说破烂的，收一堆破铜烂铁。我找那个液化气一烧，还能烧化。这到底这是啥？这是铝啊？这是啥？这咋可能是铝啊？铝可没有这么重啊！你用液化气烧的话，这就说明啊，这不是废铜烂铁。我看着像银元宝，这啥人卖给你的呀？这绝对不是银元宝。这是一个老人家卖着我的，90多岁了。他卖着我的。这另外这又贴那一筐破铜烂铁，里头挑出来了。喂，你这数量还不少嘞！银浆炉卖给你的就对了，这8个可是正儿八经的素银锭啊！你看它的大小、形状，这都不一样。第一，这上面没有字口落款，说明是素锭，素锭也就统称为民间的碎银子。第二，这一堆重量可不轻了呀！你要按现在卖破烂价收的话，你这是捡了个大漏啊！刚开始我也不认识是啥东西。前几天我又拐回去又去找他，摆回来这些东西对人家有用了。结果那个老姨娘她还搬家了。你还真别说，你这给人家还回去的心思啊，就足以说明你是一个好人。不像有很多人以超低的价格收回来宝贝之后啊，唯恐别人知道卖亏了，对吧？这就躲得远远的，生怕别人还回了。不像你这心地这么好，还专门大老远的给人家送回去。我也没有你说的那好。哎呀，找不着那个老姨娘路了。邻居知道了以后，他说的给我800块钱，准备给我买走。既然有人给你800买走，就说明这些东西啊，它不简单。你想想，你们收破烂的，收的哪有那值钱的东西？既然他愿意给你出钱啊，就说明这些东西物超所值。看来恁邻居啊，还是多少对这个金银锭有所了解嘞。何止是懂了一点嘞，其实他是个万能通，就是他太聪明了。我晃那一手，卖着他之前我找恁来看看到底是啥东西这。既然你都答应卖给别人了，你再看看究竟是啥，究竟能值多少钱啊，都已经没任何意义了。知道价值之后，你可能更揪心，因为你的这些东西啊来的比较容易，所以你卖了也不太认真。我建议你还是先别卖了，继续回去找那个老银匠。答应别人的事儿得说到做到。反正这个老银匠找不着他了。卖着俺邻居，这关系不是处好一点吗？那只要你心里边能承受住了，我就给你简单的来估一下啊。这个因为像现在这些老树锭啊，都是属于这个无机文物了，收藏的时候这价值高低啊，主要是看它们的品相和状态来定价的。就以你这个烧过的为例啊，你看外观上来看已经是烧变形了，这种啊相当于是残次品了。你按银价卖的话，2两60-70克也就500-600块钱吧。都这一点儿，管卖好几百嘛。对，乖乖来，真值钱来着。我是按银价按破烂价算的，你剩下的这几个，说实话，它就是不能按银价算了，因为他们的品相都完好无损着嘞。其实你看过去的银锭啊，但凡上面带个字儿，对吧？只要是带落款，它都有一个好价格。就是这种素锭，目前来说价值是最便宜的，一般市场价15到25一克左右。我看你这3两5两的一大堆，差不多是下来得有3斤左右了。市场价这一堆啊，2-3万块钱还是有的。都这几个2-3万嘛。对，乖乖来，我真不能卖着俺这邻居了。还说的再好，这个钱对我是很重要。那确实，你买卖价格悬差太大了，给800应该是看你不懂。说实话，像这种素锭啊，你像平时我们个人家里边，这都是当传家宝的东西，平时几百块钱你根本就收不来。你这也是误打误撞，收破烂给收过来了。你看搁平时根本就不会有人卖给你，压根儿我都没有想到卖那么多。都按你说的价钱给你。我拿着这几万块钱给俺老伴回家里养老去。大爷，你这个银锭我不能要，帮你估个价完全没问题。我觉得你还是回去把2个问题要处理好，跟恁邻居仔细说清楚来龙去脉。我相信他也会理解你的苦衷。然后呢，你继续回去找那个老银匠炉，对吧？尽量把这些银锭还还给人家，毕竟这几万块钱的东西呢。那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我谢谢你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回去吧。
俺朋友说他这一块音源能值好几万，我就不信他这个邪啊。结果我只花了2000，买了一块比他更漂亮的。我看你这2块水摇头状态都不错，单看人头像这一面区别并不大，关键啊还得反过来看，来我先瞅瞅。你别说反过来看，就是把这盒子摘了，一对比也没啥区别。他这一个音源啊，非得给我不行。这好好的平底笔千万不能乱粘盒，你炸开盒再去入盒，来回挺麻烦的。你不用炸盒，你这个把音源你翻到带字这一面，这谁贵谁便宜，这一目了然啊。你看皮盒，这是上5星，另外一个带光的是上6星。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个上6星应该是你的。对，状态确实不错，只可惜啊，没恁朋友的上5星贵啊。那你这结论下的太早了。虽然说我才刚开始玩音源，但是音源的好坏啊，我还是比较出来的。我这个笔面带光。你这太过于自信了，才刚开始玩音源，你得学习，并不是所有音源只看笔面状态，价值高低啊。首先参考的是它的版，恁朋友这个是上5星，也算是常见孙小头发型的第一个版，可以从它这个铸造年份啊，可以比较出来。你不说我也不知道，确实是看出来了啊，也就是找了15年而已，找发型15年，你说能贵几个钱？15年看值1块钱。哎，你这说的倒是挺轻松，早15年确实没啥关系。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上5星这个版少，毕竟啊，你才刚接触音源，你跟玩军华币的人较真儿啊，这是要吃亏的。你们打赌输了，他把音源给你，你输了，你准备给他啥？我啥也不给他啊，因为我根本都不会输。这一次啊，我是势在必得。这样挣我的1000块钱啊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个1000块钱输的比较值。玩音源最大的乐趣，其实就是玩它的版，有时候一点之差，价格能错好几倍。更何况你这是5星、6星，差别这么明显，我这给你说了之后，你应该能对比出来啊。哎，就那一点区别啊，不仔细看，我跟你说根本都看不出来。你也别卖关子了，你就直接说，看看我的比他贵多少吧。刚才我就告诉你了，恁朋友这个上5星贵，其实你仔细对比的话，也不是一点区别。你首先来对比孙相这一面，你看，很明显的呀，就是衣服、头发，尤其是他的发丝。你看一下，你这个 MS 级别的发丝一根都看不到，而这种 XF 的地板，它这个发丝反倒是一根一根的，很清晰，重密度啊。可以和那个9年的精发有一拼。其实最直观的呀，就是它这个5星、6星的区别。你包括它主圈外边的这个英文字母，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。你仔细对比的话，立马就能显现出来。最主要的原因啊，就是这个上5星存世量比较少。当时推进晚清的时候啊，就发行了几个月的时间。虽说你这个皮盒没给分，但是状态丝毫不亚于你这个 MS 级别，就单从他这个发丝，就看出来了。那朋友说的没错，就目前他这个上5星状态而言，没有几万啊，你确实还真买不来。哎，我看你啊，出来也不像忽悠我了。对。难道这一次是我上了我朋友的当吗？他这也是给我买个大雷。朋友之间玩一玩无所谓，很有可能啊是你太激进，太想赢了。你想想，那朋友既然花几万，对吧，买起这种军阀币，这里边的价格区别，他肯定是懂的。所以你刚开始较真啊，就意味着你已经输了。吃1000块钱的亏，这也算是买了一次教训吧。哎，这一次我输的太没意思了。瞎白忙活一场，还以为能白白捡个1元花呢，没想到这一下损失1000块钱。那也就算买个教训吧。1000块钱请客的话啊，有一半也吃到你肚子里边了。下次你在你不擅长的领域，千万别跟人较真了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你这个孙小头状态确实不错。刚开始玩就玩这种音源，里边有很多讲究，你回去慢慢的学习对比吧。对，吃一堑长一智啊！谢谢你的鉴定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